港城区赠花宴上，作为赌王私生女，我深知今天若是不得到这朵花，明天我就要被送进京城联姻，成为家族利益交换的牺牲品。早就说好的主母，临到跟前改了主意，笑着将花递到了一侧资助生的手里，让我成为全场的笑柄。次日，我孤身赴京，他却慌乱地买断港城所有的航线。只要这朵花给我，我就不用去联姻了。婉婉，这是你的。霍少，谢谢。今天先让婉婉出一把风头，小姑娘这辈子没开心过。放心，有我在，没人敢安排你的婚事。青子。婉婉大方优雅，身份贵重，值得一朵兰花。一个私生女，平日当小尾巴当舔狗，竟然妄想嫁进霍家。没听霍小说吗？身份贵重，脸丢大了吧？贫困生都比她强。小尾巴舔狗。我和霍景慈青梅竹马，或者说，我为了生存，从小就跟着霍景慈做他的跟班。小尾巴跟上，他也是护着我的，甚至就在昨天，他还亲口答应。景慈，明天晚上的赠花宴，你能不能把花送给我？3年后，你愿意爱谁，我都不会管的。没问题啊。在关键时刻，他竟亲手将我推入到无尽的深渊。大夫人让我来，恐怕就是为了让我死心。这些人也真是的，我说了好歹给你留朵花的，连我的命令都敢不听。景痴，你知不知道今天的花宴是什么意思？小玉，这种场合你见惯了，可谢婉一个贫困生，这辈子就这么一次光亮的机会，就当我替她谢谢你。平时你想怎样都可以，为何偏偏今天？今天是她的毕业礼，也代表今后她就不能再接受我资助。我就答应她，给她一次难忘的记忆。是难忘。景慈，你知不知道今天的花宴，我如果没把花带回去，楚玉姐，是不是我坏了你的好事？你别怨霍少，是我求他的。行了，小月，不就是一朵花吗？我陪你一朵就是。你最配的是玫瑰，一朵兰花计较这么多，和你平时洒脱的性子都不像。原来在他心里，我只配这朵凋零的玫瑰。原来在他心里，我只配这朵凋零的玫瑰。兰花高洁，代表着家族少妇人该有的品质。玫瑰嘛，热情似火，可惜只能少玩，不能长久。谁让你把它拿进来的？衣箱里还有朵玫瑰呢！呸！下贱东西，死了都不忘勾引男人！妈，干什么？还反了你了！楚玉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那当交际花的妈，就算是张照片，也没资格进我楚家的门。有些人啊，以为有个漂亮脸蛋儿，再会点龟舔的本事，就能躺赢进霍府当少奶奶。结果呢，在人家心里，她就是用完即弃的个玩物，连个贫困生都不如。楚玉姐，不好意思，平日里你高贵惯了，我这才想争一晚的特殊待遇。我高贵？我一个私生女，平日里家族如何看我，你不明白？反正都这样了，不如让他享受完今晚。我先带他去换一身衣服。
你要是没事做，可以先回家去。我一个要被送去联姻的人，我现在哪里还有家？哪里还有家？霍少，是不是要我放手你才会心安？怎么会不遗憾？故事没有写完，爱你成为习惯，要怎么推翻？好香啊！这就是私生女的待遇吗？没了霍景深，连最起码的尊重都得不到。霍少叫我给你递花，我没听他的，早就叫你别巴结他。也舔舔我，你偏不舔，如何？难堪了吧？你胡说什么？要不是你长得有几分姿色，就你一个私生女，我连玩都懒得玩。你还指望霍家保你一辈子？李平，我有没有警告过你，不许碰我的人？你都选了个贫困生。楚玉，你还留着？我的事你也敢管？妈的，你们等着！他碰你，你怎么不反抗？这不是你授意的吗？你凭什么用这种语气和我说话？你要清楚，今天的场合我可以护着你，但不意味着我只能留在你身边，哪儿也不去吧？可你明明答应我。霍少，我想喝点酒，可以吗？好，今天你是主角，怎样都可以。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我去你家找你。明天？你明天就只能去京城秦家找我了。秦家？准备一下，去港城接人。是，老板。霍少，你去忙吧，我来陪楚小姐。你什么都有了，连这点荣耀都要抢走吗，楚小姐？当初我就不该帮霍景池从一众女孩里选中你来资助，你自小锦衣玉食，我只要霍少一晚的守护。我能比你好到哪儿去？我母亲死得早，小小年纪被接回楚家，大夫人看我的眼神，恨不得将我刺死。父亲妻妾成群，自然也不会在乎一个小女儿的死活。年幼我便学会了察言观色。要不是有这张脸，我没法健康的活到现在。我在夹缝中找上了小叔叔，求他培养我，扶持我。你父亲20多个子女，我凭什么要相信你一个小小的私生女？因为我没有软肋，也没有依靠。如果没有利用价值，小叔会毫不犹豫的把我丢出去。楚玉姐，你猜霍少到底知道今天花宴的含义吗？景慈，你知道今天花宴的意思吗？知道啊，相亲嘛，不过是走走形式。这些年，谁的夫人还必须是当初赠花的那个？你既然知道，为什么还要那样做？你放心，我会和楚家说的，不许他们把你嫁出去。景慈，你能不能去和谢婉把花要回来？我只带回去1碗，明天我就还给他。不好吧，都给出去了。要不我买1朵送去，你就别和婉婉抢了。买？那朵兰花有特殊的金边，根本无法仿造。霍景慈，你明知道我不会纠缠你，我有喜欢的人，3年后我就还你自由，你非要这时候打我的脸。又是喜欢的人，楚月，除了我谁也不敢要你，你只能喜欢我。全港城都知道你是我的小尾巴。霍景池，放开，放开！做尾巴，做舔狗，我只是为了能在楚家活下去而已。霍景池，你竟然这样羞辱我！啊，楚玉姐，你别和霍少生气啊！楚月，就1晚，别太任性，明天他就回到属于他的生活中去。愿赌服输，明天你就上京去，以后如何看自己的造化。我还会回来的。看
看你本事。大夫人，三姐，既然花没带回来，那就死了当霍家少夫人的心吧。自己订张机票，明天出发。养了你18年，该你回报了。三姐，您找我？母亲让我看着你，不许带走楚家任何财物。母亲说你已经享受够了楚家的待遇，剩下的得看你自己了。哦，礼服也留下。好，我要是你啊，今天就不去赠华宴丢人，也不想想霍家怎么可能让你一个私生女做未来的女主人。东西都在这儿。算你识相。对了，母亲说京城的那个男人应该是有白月光，祝你好运。霍少，感谢你给了我最美好的一晚，现在轮到我报答你了。这袖扣，景慈，生日快乐！看看喜欢吗？哟，小尾巴的礼物，挺好看的啊。喜欢就好。带着我送的袖扣搂别的女人，算了。霍景琛的礼物，我也一并留在这里。这里的一切，我都不要。师傅，去机场。霍少，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我昨天和楚玉说好了，今天来找他。楚玉人呢？他今早去京城玩去了。霍少，您不知道吗？霍少，您这是……楚玉，怎么会这样？景慈，这是你送的礼物，现在物归原主。我去京城了，勿念。去京城嫁人？从这一刻起，港城的一切都与我无关了。喂，航空公司吗？我是霍锦慈，我命令你们立即拦停所有去京城的航班。喂，航空公司吗？我是霍锦慈，我命令你们立即拦停所有去京城的航班。很抱歉，各位旅客，因突发原因，本次航班需要返航。霍家为寻一人，买断了今天所有航线，请各位旅客配合返回奥站来。怎么返航了？我急着出差呢，这不坑人吗？靠，有钱了不起啊！陆景琛在搞什么？就这家吧，先填饱肚子再说。要不要回来？霍家还是有意的。要不要回来？霍家还是有意的。楚家充满了算计，霍景慈虽宠我，但也不会为了我丢面子。回去也只有遭人白眼，前方未必就没有机会。
哎呀，怎么不接电话？霍少，没找到。人呢？给我继续拦！从现在开始，不许任何一架飞机飞到上京去！唉，所有航班全停飞了。买断所有航班，这种爱情好让人羡慕。要是追我的，我立马答应。你懂什么？霍少昨晚赠花宴选中了一个资助生，我猜他是被骗了啊！没要富家千金，要一个资助生，那他今天这是后悔了？我猜啊，霍少根本不知道那花给出去代表求爱。你好厉害啊，这你都知道？这算什么？昨天的晚宴，我也刚好收到了邀请。遇到熟人了？这算什么？昨天的晚宴，我也刚好收到了邀请。遇到熟人了？你还被邀请了？这有什么？我家在港圈好歹有点人脉，受邀请是正常的。楚家那小姐长得如何？挺漂亮的，是个美女。霍少也是想不通，怎么会把花给了一个圈外人？其实都一样，那美女也就是个私生女，和我们这些正经的嫡出千金没法比。您好，哪位？秦远洲。抱歉，我搭乘的航班被取消了。接你的人已经在机场了，他们会带你过来。少夫人，我们来接你。楚玉，跟我走。都住手！小玉，你家逼你联姻，你为何不告诉我？景池，你保护我这么多年，我很感激。走到这一步，我谁也不怪。什么叫谁也不怪？不怪就跟我回去，我和楚家说，我娶你。楚玉，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娶你的。不好意思，我们给楚家的时间已到，今天少夫人只能跟我们回去。楚玉，跟我走吧。景慈，我说过，我只是想要和你3年约定，我有喜欢的人，并没有嫁给你的打算。又是这句话！你自小被圈在楚家，你哪来的人喜欢？我知道，说你是小尾巴你不开心，别嘴硬了，跟我回去再说好吗？我知道，说你是小尾巴你不开心，别嘴硬了，跟我回去再说好吗？一定让婉婉出一把风头，小姑娘这辈子没开心过。放心，有我在，没人敢安排你的婚事。景慈，婉婉大方优雅，身份贵重，值得一朵兰花。景慈，你的夫人是谢婉，全港圈都知道了，以后你们好好的。谁要娶一个资助生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我就是娶你，也不可能娶她。就是娶我。霍少，抱歉，我无法接受你这份喜欢有余、尊重不足的爱。楚玉，你想清楚，你真的不打算嫁我？去了上京，再没人护着你，你可别后悔。
小玉就这么走了。少夫人，卧室内有淋浴间，您可以去洗漱一下，免得淋雨后生病。谢谢。竟然和我一个尺码，还是不要乱动别人东西了，穿自己的就好。这飞机是秦少平使用的，是他专门买给您的，外面用来待客，卧室则是按您的喜好打造，连衣服备品也是少爷亲自挑的材质。专门买给我的，不是说他心里有白月光吗？冷不冷？秦少，我知道你有心上人，娶我是被迫。你放心，我只要3年时间，绝不干涉你的私生活。然后呢？3年后，我净身出户，可以现在就签协议。谁说过要和你切分的这么清？我的一切都是你的，夫人。这人不是说手段残忍、高冷无情吗？这是我的商业计划，请您过目。我想借点钱创业，我以后会分期还给你。作为赌皇的女儿，没带1分钱嫁妆就来投奔联姻对象，对于秦家来说，不仅是窘迫，更是蔑视。可奇怪的是，他好像并没有生气，反而还乐见其成。缺钱？缺一点。为何要创业？我不甘心被楚家桎梏，更不想做只能伸手要钱的家庭主妇。我希望有自己的事业。你和我不用说借字，秦家的一切都是你的。这张银行卡你随便刷。至尊黑金卡，刚认识1天，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在楚家我只是个局外人，可在京城，霍景杰发了很大的火，你为何没跟着我？小叔，我是个人，不是他招之即来的宠物。霍家也不好惹，小心点吧，这小子恐怕会去京城。楚玉姐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来打扰你的。霍少现在不是借酒消愁，就是对着你的照片发呆。楚玉姐，你跟我回去好不好？哪怕只是回去看他一眼。谢婉，你大费周章的跑到京城过来，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？赠花宴那天是我贪心，我只想留个念想，没想害你联姻。霍少心里只有你，他真的不知道。知道我丈夫快出来了，你才故意这么说的吧？当初资助你是因为你聪明，你现在这挑拨离间的样子，真让我看清了你。我没有，我只是不想看你们青梅竹马弄成这样。够了，你走吧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听见夫人的话了，不用出去。以后我不许他来骚扰夫人。你们干什么？楚玉，你太绝情了！辜负霍少的这份爱，你会后悔的。这种段位的小蚂蚁，不值得我们浪费时间。我得让他知道，京城的路他走不通。小玉，你要创办的这家林楚传媒名字有点特别，楚我知道是你，
但这个林是有什么寓意吗？我亲生母亲叫林芳，15年前过世了。小玉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，都有我照顾你。谢谢。霍少，对不起，楚玉姐没劝回来，还被秦远州的人打，我给您丢人了。跟上前面那辆劳斯莱斯！小玉，跟我回去，只要你跟我回港城，我立刻娶你。霍景之，放手！我不放！你根本不爱秦远州，他那种心狠手辣的冷血动物，怎么可能给你幸福？只有我才是真心疼你的。真心？你的真心就是让我成为全港城的笑柄，就是眼睁睁看我被强行联姻。你的深情比楚家的家法还要让我恶心。楚玉，过来。霍少，我秦远州是什么人，不用我多说。你以后最好别骚扰我妻子，免得给你霍家惹祸。霍少，我秦远州是什么人，不用我多说。你以后最好别骚扰我妻子，免得给你霍家惹祸。楚玉这种女人真恶心，有了高枝就忘了救情人，心机婊。霍少和谢婉好可怜，被打成那样还要去见他，果然私生女最冷血。霍景琛，你就这点本事，利用谢婉造谣，借舆论逼我回头。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这世界除了我，没人能保得住你。楚玉，你现在立刻发声明，求我原谅，一切还都来得及。拉黑。别担心，戏台子搭得越高，等他们摔下来的时候才会越重。这才是真相！霍景琛当众选了资助生，还拿烂玫瑰羞辱楚玉。楚玉这种男人也敢说深情？谢婉那个绿茶脸真让人原来反楚玉才是售货少！你们这对狗男女去死吧！呸！绿茶，这种货色也配霍少？真恶心！怎么会这样？你做什么？你给我解释清楚！我爸好端端的，为什么会突发心脏病？受舆情影响。或是股价暴跌，老爷子一着急，告诉我，楚玉在京城创业的场地具体在哪儿？在东郊旧炕房。楚玉，是你逼我的！既然你不肯跟我走，那我就去你的地盘，把这出戏演到死！楚总，外面有人硬闯，那人跟疯了一样，我们拦不住。楚玉，你真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？你的视频让霍家股价跌了30%，我爸心脏病发进监护室了，这下你们满意了？视频里每一件事都是你亲手说的，只是在陈述真相。如果你觉得这算毁了霍家，那也是你自己递的刀子。你跟我说真相？真相是我们要好了10几年。小玉，别闹了，跟我回港城发个声明，说这一切都是秦远征逼你的。你不是想嫁给我吗？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，霍家少夫人的位置就是你的。霍景琛，你放开！我不放，除非你答应跟我走。小玉，你是我的小尾巴，你忘了小时候我怎么护着你的吗？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
立刻报治安队，把这疯子给我抓起来！霍金斯，你要干什么？是我的，我不允许你背叛我。霍锦超，我很好奇，究竟是谁给的你勇气，让你敢三番两次的骚扰我秦远舟的妻子？打满5分钟，让他知道京城的规矩。秦远舟，你有种跟我单挑！呸！挑你妹！你当我们老板跟你一样是小流氓呢？你干什么？受惊了。我没事。秦远舟，不许你碰楚玉，她是我的，我的！霍少这出旺夫手演的确实专业，要不要我派车送他回酒店？不需要，让他站着。京城的雨能让他清醒一点。我对他草没半点怜悯。去睡觉，剩下的报表。霍少，咱们这一闹好像适得其反了。我听说楚玉姐被秦少关起来了。说什么？他竟敢关着小玉！不但关，秦远舟还没收了他的手机，听说还变着法折磨他。霍少，实在不行，您还是找找楚恒先生吧。找楚恒？对，小月和楚恒最亲了，楚恒不会不管他。楚玉，霍景慈昨晚在我面前长跪不求，连大夫人都被惊动了。霍家态度很明确，只要你回港完婚，他们愿意付出包括霍楚联姻在内的任何代价。大夫人怎么说？很心动，毕竟秦家势力再大，也远在京城，所能带来的利益远不如近水楼台的霍家多。所以呢？他说给你3小时考虑，如果拒绝，楚家会派人接你回家。说让我回去就回去，他怕不是忘了我是怎么离开港城的。楚玉，霍景之承诺只要你回来，楚家那个码头项目他全力出资。你应该知道这对大夫人意味着什么。意味着可以帮我卖个更好的价钱。小叔，您亲自替大夫人来当这个拉皮条的，不嫌脏吗？是为了你好。秦远舟比霍景慈更危险，留在京城，你迟早会被他吃到骨头上。那就不劳您费心了，我的骨头硬，秦少不吃，怕崩了牙。在他们眼里，我竟成了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。你都听到了。楚玉，他说的没错，我确实很危险。你要不要考虑现在就逃跑？那你会卖掉我吗？楚玉，他说的没错，我确实很危险。你要不要考虑现在就逃跑？那你会卖掉我吗？楚玉，你这桩生意我是倾尽所有来买的，你觉得我会让我的全部身家打水漂吗？去忙你的开业流程，这种烂俗的家长里短交给我。跟楚家的人说，我秦远舟给他带来的利益可能没霍家大，但要想让楚家上下鸡犬不留，也就是我一句话的事儿。楚玉是我的人，该怎么做，自己掂量着办。楚家遭秦远舟死亡威胁，已拒绝联姻。秦远舟，我跟你势不两立！霍少，我听说秦家庄园后门每半小时换掌一次，如果您能强行带他走，生米煮熟饭，秦家为了脸面也只能放手。对，只要带楚玉回港城，他就只能是我的。
霍少，这种出场方式倒是省了我派请帖的功夫。秦远舟，你凭什么关着楚玉，还没收手机？你这种人渣根本不配用作她丈夫。关我没收手机？霍景柱，你胡说什么？我只是单纯不想接你的电话而已。小雨别怕，我真的替你弄死他。入室绑架和持械行凶，够你在里头待上几十年。我没送你去坐牢，是念着你曾帮助过我夫人的旧情。秦远舟，你放开他！畜生！丢出去！下次他再敢来秦家，不用通报，直接打断腿。今晚睡我房，我怕那疯子回头再爬你的床。楚月，等着瞧吧。霍景泽这废物虽然失手，但我的这把火照样能把你们搞臭。楚玉姐那种求助的眼神，看着都让人心疼。秦远舟这恶魔，不仅没收了他的通讯工具，还动用保镖殴打他的青梅竹马霍少。秦远舟甚至还以楚玉姐的名义注册了一家空壳公司，疑似进行非法活动。作为曾经被楚玉和霍少资助的贫困生，我实在不忍心看着我的恩人陷入这种万劫不复的火坑。谢婉真是字字涕血，句句诛心啊！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知恩图报、冒死发声的弱者，而我和秦远舟，一个成了受虐待的劲敌，一个成了心理扭曲、仗势欺人的恶魔，最后还神来一手，把我的新公司也扯进去。楚总，听说开业典礼因为私人原因可能延期，我们需要重新评估与您的合作。大夫人发话了，如果你不能在24小时内平息舆论，楚家会亲自联合媒体揭露秦远舟在京城的霸道行径，到时候恐怕你的公司还没开张。不用理他们，跳梁小丑而已。谢婉这手太过恶毒了，你现在立刻跟我解除婚姻，或许还来得及挽回秦氏的形象。形象？我秦远舟什么时候在乎过那些虚名？他在意的是利益，更在意的是你。不就是舆论战吗？那就跟他玩玩。这种小蚂蚁，我一年不知道要碾死多少个。楚玉，记住这种感觉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永远都是你的底气，其他人都是烟雨。明天的开业典礼，我要给他们准备一份毕生难忘的大礼。霍景之纠缠不休，谢婉的假料又烧遍全网，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！在担心明天的开业典礼？我怕弄砸了。这枚宝石兰花是我3年前在港城拍卖会上拍下的，那时我就在想，它只有戴在你身上才算物尽其用。明天你只需要负责在聚光灯下发光，剩下的事儿交给我。远舟，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因为有些承诺要用一辈子来履行。今晚你早点睡，我会一直守护着你。
看看，你们看看，楚玉亲笔写的这些求救信，看看他都被秦家折磨成了什么样子！这就是秦家的罪证。霍少，这场闹剧还没玩够吗？什么闹剧？明明是证据确凿，这是楚玉伤情鉴定书，受伤程度几乎自残。大家可以想想，他究竟在秦家遭遇何种虐待，才会落得这个下场？小雨，跟我走吧，我不想今天参加完你公司的监理，明天再去参加你的葬礼。霍景琛，你疯够了没？我说过，你只负责在聚光灯下发光，剩下的事儿交给我。喜欢讲证据是吧？那你可得看清楚了。先看看所谓的舍命救妻，滑稽吗？深夜爬墙头，绑架我妻子不成，又持刀行凶，还有血书，真不愧是被我妻子资助过的贫困生啊，连他的字都仿得这么像。至于这伤情鉴定嘛，我想就不用我过多解释了。照片都是假的，齐远洲，别以为……别急，你接着看。照片都是假的，齐远洲，别以为……别急，你接着看。霍少冲上去之后，如果楚玉拒绝跟他走，就立马安排水军在网上起哄，说楚玉为了钱甘愿忍受秦远洲虐待，骨子里比妓女都不如。先把楚玉名声搞臭，等秦家一退婚，霍景琛这傻子肯定会接盘。放心，只要促成了霍楚联姻，楚家大夫人必定重重有赏，少不了你好处。霍少，这份大礼你可还满意？谢婉，你个贱人！楚玉是我认定的妻子，更是秦氏未来的主母。从今日起，谁再敢对她造谣污蔑，便是与我秦远洲为敌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楚玉姐，求你原谅我，我只是太爱霍少了，我不想他整日为了你魂不识魂。谢伟，有些账，今天我们正好关起门来，一笔一笔的算清楚。楚玉姐，我没有坏心思的，我只是想让你和霍少重归于好。谢伟，你能别演了吗？3年，我供你读书，给你别人想都不敢想的生活，可到头来，你竟然联合外人算计我，还把我当成傻子耍。霍少，你相信我，那录音一定是合成的，我发誓，我和大夫人没有任何关系。谢婉，你的意思是，我堂堂秦家家主，还能无凭无证据冤枉你了？这是你和楚家大夫人的往来邮件。一开始就是你们设下的局，你攀附我就是为了踩着小玉上位。谢婉，你这个毒妇，我真是瞎了眼！以后记得看人时要擦亮眼睛，我这儿容不下这种忘恩负义的垃圾，拖出去以侮辱诽谤罪起诉，让他彻底把牢底坐穿。放心吧，以后再没人能拿这些烂事烦你。谢婉对我是假的，但我对小玉10几年的爱，小尾巴跟上。却是刻在骨子里的真实。只要我还活着，小玉她就只能属于我。林楚传媒正式步入正轨，每天都有处理不完的合同与应酬。可从开业典礼后，那道阴冷的视线
就始终如古复制般跟着，简直让人窒息。挑人多的主干道走。霍景琛，你给我走！立刻离开我的视线！别怕，我在这儿。我最近一直跟在你身边，怕吓到你，没敢靠太近。你一直跟着我。霍景慈已经越界了，楚玉，别怕，我不会让他再靠近你半步。最后一次告白，楚玉，就快到了。夫人，老板吩咐过，必要时干掉他。算了，我去跟他谈谈。小月，赠花宴的事儿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这几天闭上眼全你的样子。放开！如果你还想继续说下去，我和谢婉珍没什么，小玉，只要你跟我回港城，我把命都给你，行吗？把命给我，霍景池。当初在港城，我要的只是一朵兰花，是一个3年的安稳。可你给了我什么？是谢婉的挑衅，是大夫人的羞辱，还是那朵让我成为全场笑表的烂玫瑰？小玉，原谅我好吗？霍景池，我以前做你的小尾巴，是为了在楚家活下去。我现在有秦远舟保护，有自己的事业。我对你连恨的必要都没有，你明白吗？因为秦远舟有钱有势，对不对？是因为他能给你这些，是因为他把我当人看。霍少，最后一次警告，你要是再出现在我夫人方圆1公里内，承受我怒火的就不是你自己了，而是整个霍家。这股味道，怎么让我感觉这段民意联婚好像落地生根了？楚玉，我错了，我是畜生。楚玉，我求你出来看我一眼，哪怕是只看我一眼。这不港城霍少吗？怎么疯成这样了？前任跪求复合，这戏码够劲儿啊！小玉，只要能让你消气儿，让我跪多久都行。你以前最心软了，你不能不管我。我以前心软，是因为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，尽管你从没珍惜过这份友谊。小玉，回港城吧，给你自己也给霍家留最后一丝体面。小玉，不要离开我，小玉。处理一下。小玉，我不能没有你啊！别理霍景琛了，这人已经疯了。霍景琛这小子真是越来越没出息了。楚玉，你以为这就能摆脱楚家了吗？真正的王才刚撒下。今早的新闻，霍景慈下跪的事儿闹得有点大，给霍老头气得以继承成全相逼，连夜叫人把他抓回港城。
真好，忽然感觉京城的空气都清新了。空气清新，恐怕跟他没关系，而是……什么时候弄的？你离岗的那天起，我就在想，霍景慈没有给你的那朵兰花，我应该100倍、1000倍的给你。以为只是联姻，却没想到这个男人对我的偏爱，竟然到了这种程度。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你的每一天都会是幸福的。可是，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我带你去看样东西，你就明白了。这是什么？小哥哥，谢谢你的糖，等我们长大了，你娶我好不好？我10岁那年，大夫人趁着父亲出海，让人把我丢在贫民窟街头。就在我快要冻饿而死时，一个穿着黑色小西装、眼神冷得像冰的少年救了我。吃了它，带你回家。我要回京城了，照顾好自己。小哥哥，谢谢你的糖，等我们长大了，你娶我好不好？真的是你，这张纸条你珍藏整整15年。真的是你，这张纸条你珍藏整整15年。是我。楚家一提出联姻，我就告诉楚恒，除了你，谁来都不行。小玉，我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，所以别再跟我提3年之约，更别再想要离开我了，好吗？这些年，我以为自己是在冰冷的交易中求生，却没发现，我一直等待的心上人，等待的这份爱，竟然也一直在等待着我。处事风雨飘摇，原本还指着跟霍家交好，缓解燃眉之急，结果呢，霍景琛废了，霍老头又一病不起，都是你那好侄女楚玉惹的祸。哼，去京城，把那死丫头叫回来。这种时候，她也该给家里出点力了。玉小姐架子真是大了，连老奴都要在这儿等上3个钟头。楚佛，林楚传媒是正规企业，见我要预约，这是规矩。哼，规矩，在楚家，老奴就是规矩。哼，大夫人让我转告你，3日后港城有场慈善酒会，让你滚回去参加。这请帖是恩赐，也给脸不要脸。别忘了小时候为了一口吃食，你得跪在我脚边上求多久？私生女，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，是吗？那我今天就让你看看，京城秦家的太子爷究竟是个什么做派。秦少，我是楚家的老婆，你不能……一个狗奴才，也敢在我秦家的地盘撒野子，丢到港城楚家门口，告诉你，以后想见我秦远州的妻子，得楚家大夫人亲自来送拜帖。远州，这一脚下去，我跟楚家就彻底没转圜余地了。我早就不想让你跟他们转圜了。回港城吧，让那些折磨过你的人都跪着看你登顶。楚玉这个混账，竟敢打楚家的脸！夫人别气，我有办法对付楚玉。说，我们
只需要……既然回来了，总得回老宅磕个头吧。磕头？我怕我这一跪，楚家的祖宗受不起。楚玉，你手里那点资源，在港城连个浪花都翻不起来。听叔一句劝，回老宅跟大夫人认个错。霍家那边我会帮你周旋。秦远州护得着你一时，护得着你一世吗？港城终究是楚霍两家说了算。是吗？那我就请小叔拭目以待，看看这港城最后到底姓什么。夫人，楚玉现在躲在酒店，秦远州带的人手并不多，不足为虑。明晚慈善酒会这场鸿门宴，只要我们下手够重，他在京城的资源全都得一点不剩的交出来。是条好狗，不枉我从京城把你捞出来，好好干。霍家侧室的位置，我会替你争取。谢夫人提携，婉婉一定肝脑涂地。楚玉小姐，请留步。今晚酒会，楚总特意交代，不欢迎没有邀请函的闲杂人等，名单上可没你的名字。这不是楚家那个私生女吗？听说在京城被玩腻了，赶回来的。没名没分跟了人家3年，最后落个连自家酒会都进不去，真够丢人的。名单上没我名字。没有，识相的就赶紧滚，别在这自讨没趣。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拦我家少夫人的路？我看你是活腻了。谁这么大胆子，敢在楚家主办的酒宴上生事？谁这么大胆子，敢在楚家主办的酒宴上生事？秦远州，误会，全是误会。您请，夫人请。大夫人，这位置选的不错，风景很好。楚玉，门口这是开胃菜，今天真正的好戏还没开始呢。大哥，秦远州带来的都是高手，楚家那点底子恐怕不够。你要再不出面调整，明早港城的头版头条就该是楚家主母嫡谢酒宴的新闻了。以为穿上这身行头就真成贵妇了？在场谁不知道你是靠什么手段爬上去？私生女就是私生女，没名没分跟了人家3年，如今回来还摆上秦夫人的架子。楚玉姐，你以前在楚家时多乖巧，怎么到了京城3年，连最起码的尊卑都不懂了？楚家主母的主宾席，是你这种身份能做的吗？一个曾被资助的贫困生，现在的下人，在我面前谈尊卑，你也配？大夫人，让一个贱婢骑在楚家女儿头上耍威风，您真是教导有方啊！敢这么跟我说话，你眼里还有没有这个主母？主母如何？又不是我生母，给我父亲楚啸天面子，叫您声大夫人，不给他面子，您在我这算什么？充其量不过是另一个被他玩弄过感情的蠢女人罢了。我有必要提醒一下诸位，楚玉今天回来，并不是以所谓楚家女儿的身份，而是我秦远州的正妻。谁敢动她半分，便是与我秦家为敌。楚家若觉得日子太平稳，大可一试。好，京城的秦少果然够霸气，但可惜
这是港城，还轮不到你个外地人撒野。进场！今天这些人一个也别想走。保护老板。是。秦少还是太年轻气盛啊，不懂啥叫强龙不压地头蛇。想当过江龙，也得多带点虾兵蟹将吧。就这点人，给楚家塞牙缝都不够。楚玉姐，正式通知你，你的传媒公司被家里征用了，请你签个字。征用？到底是操弄过水军的人，明目张胆的抢劫，都能被你包装的这么好。楚玉姐，你这么说就太让人寒心了。家里有困难，你当女儿的尽份心不是应该的吗？怎么能说抢呢？可我要是对你们不想尽这份心呢？那可由不得你，执行家法，打到他签字为止。诸位，楚家教女无方，招婿不慎，是我这个做主母的失职。都说人前教子，今天我就当着大家的面，好好教教这对不争气的东西，什么是为人子女的孝道。老板，解决完了，按您的吩咐，只伤不杀。老板，解决完了，按您的吩咐，只伤不杀。只伤不杀，一个人打对面60多个，这家伙居然还收着力，难怪秦少敢带这么点人闯港岛了。人家是有当郭江龙的这份底气。大夫人，咱们接下来该联系殡葬公司，给自己打一副好棺材，因为今天你们可能真的会死。在京城，也有个小蚂蚁像你一样，把主意打到楚玉身上。知道他最后怎么赎罪的吗？怎么赎罪？他钻进了混凝土搅拌机里，然后这样。大夫人，我不想死。他钻进了混凝土搅拌机里，然后这样。大夫人，我不想死，救我！救我！慌什么？没用的东西！秦远舟，我承认你确实有横行的本钱，但别忘了，这是港城。但我不信你敢在港城当着这么多人面把我这条命留在这儿。是弹孔！我靠，要不要玩的这么大？秦少好帅，要是有人也能为我这样，我马上嫁他。秦远舟，杀了我！今天你也别想脱身。杀你！大家有目共睹，我和我带来的人没做出任何对楚夫人本人不利的事。至于外面的人，谁能证明跟我秦远舟有关系？说不定是你自己作恶多端，得罪了什么仇家。秦远舟，你当真要把事儿做绝？小玉，你放心，我今天一定会为你讨个公道，把这些年你在楚家受的苦，全部加倍的还给他们。楚先生，你找我？楚玉长本事了，跟我连爸爸都不叫了。明天下午滚回老斋参加家族会议，再当着族中长辈的面给大夫人下跪认错，否则你妈的尸骨会被切出墓穴，以后就只能做孤魂野鬼了。拿去世的亲人遗骨做要挟，楚家这次有点过分了。
他以为我母亲坟是我的软肋，却不知道那是我和楚家唯一的一点香火情。这些年，我不是没有任何准备，回去也好，有些新账老账也该一起算了。这是楚家的内斗，有些事我要亲手解决。楚玉，你败坏门风，顶撞嫡母，今天若不认错，楚家容不下你！我何错之有？谢婉，告诉长辈们，他昨天是怎么羞辱我们的。楚家企业近期遇到一些困难，正好楚玉回来了。大夫人听说他在京城发展的很好，就想找他帮忙。结果这个畜生非但不帮忙，还仗着有秦远州做炕，打伤了楚家几十个子弟，还指使枪手想要我的命。楚玉，你还有什么好交代的？交代大夫人当年如何伪造我的签名，私吞我生母的遗产，还是交代时谢完你如何拿着偷来的钱做你的名媛梦？楚家的钱，楚家人用，天经地义，怎么能叫偷？哦，天经地义啊，就是不知道您这天经地义是不是有个大致的底线和范畴？底线范畴。快锁门，别让这个白眼狼跑了！今天他不把京城的产业交出来，休想踏出这道门！大夫人，你这么急着要我京城的产业，该不会想去填什么窟窿吧？楚玉，你还有良心吗？楚家养你这么多年，让你回报下就这么难吗？抵押书是怎么回事？我让你保管的印章怎么会盖在这上面？家里钱不够用，我就替你做主，抵押了一点点。用钱跟我说，抵押股份做什么？那一点点股权虽然无伤大雅，但传出去28%，你他妈管这是一点点？楚家在楚氏有多个之……小天，不好，快叫救护车！家主好像中风了。小玉，方便谈谈吗？小叔您进来说。你确实长大了，甚至比我想象中更像楚家人。抱歉，小叔，我已经随母亲改姓林了，以后不再是楚家的人。您今晚来，应该是有什么话要问吧？我想知道，你怎么拿到大夫人抵押股权的凭证的？大夫人做事不细心，她抵押股权时没调查银行的背景，结果把股权抵押给了秦家控的银行。你父亲就是个纨绔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大夫人目光短浅，又挥霍无度，楚家早就被他们夫妻俩掏空了，也烂透了。小玉，我是来谈合作的。我已经拿到了宗聪手里25%的股份，加上你手里28%的，楚氏已经是你的了。我不打算和你争，我也争不过秦远州。我做这些只换一个条件，等楚家崩塌那天，别把火烧到我这一方头上。我要带着我的家产离开港城。成交，小叔，你一直是个明白人。啸天中风入院期间，我作为楚家主母，代行董事长职权，这是我第一个决策。各位董事，夫人这也是为了大局。家主病倒了，咱们总得有个主心骨。只要大家在售书上签字，楚氏的海外资产立刻就能变现还债。是变现还债，还是变现进你们的私人腰包？
玉，你这个逆女！这里是楚氏董事会，谁准进来的？我进自己的公司，需要谁准许？目前我持有楚氏的绝对控股权，从现在起，我才是楚氏唯一的决策人。至于你这些年在楚氏一共揣进诱包了多少，又捅出了多大窟窿，你自己清楚。我现在正式撤销你的一切职务。你做梦！那是你父亲给我的。按住他，报官法办。玉姐，我是被逼的，是大夫人拿血迹要挟我，我电脑里有她叫嚣我做假账的录音。楚先生，别激动，医生说您现在的血管薄得像纸，再爆一次神仙难救。大夫人和谢婉英做假账入狱，楚家几代人的经营，现在成了个烂摊子。签了它，交出赌场的产权，你下半辈子可以有尊严的躺着。如果你不签，楚氏立即垮掉。你不想被债主们从病房扔出去吧？报应，林芳，这就是我辜负你们母女后应有的惩罚。去清场，开除楚大夫人在集团的所有亲信，查封老宅，切断楚啸天子女所有的经济来源。是。妈，明天林楚公司的牌子就会挂在楚氏大厦最顶层，您安息吧。3年前离港时，我只带了一个旧双肩包，满心惊慌。如今初雪如月，我也终于得偿所愿。楚玉，明天你穿上婚纱，肯定会美的，让我不想让你被任何人看见。那也得让全港城的人看看我选的男人有多出色。那你可以为你的新娘戴上戒指。小玉，我愿以余生所有荣耀与财富护你一生无忧，无论风雨枯荣，你是我唯一的归宿。这里，你竟然把它买下来了？我想给当年的那个小丫头补一个家。